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聊到这一次 Galaxy S25 系列的 AI 功能，这一集就来分享一下 Galaxy S25 Ultra 的硬体效能，还有拍照的实测。当然，就大家所知道的，在硬体上，除了处理器有比较大的进展外，其他部分似乎没有太大的进步。但实测后真的是这样子吗？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这次 Galaxy S25 Ultra 发表后，蛮多观众都有提到三星又在挤牙膏了。单纯以规格来看，我也很认同大家的看法。不过这边也要分享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哦。其实以相机来说啊，OPPO、vivo 还有小米的拍照能力真的非常强大。以三星目前的规格来说，要用演算法来突破的确不容易哦。但别忘了，要放入更大的感光元件是要牺牲的，也就是相机模组的厚度。所以三星对于设计上应该有他们的坚持吧。好了，以上面的看法大家可以认同也可以不认同，但实测还是要进行哦。所以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实测吧。Galaxy S25 Ultra 在外观设计上虽然跟前几台都维持相同的设计概念，除了颜色跟一些细节外，几乎看不出差异。但这次在握持的手感上有着非常大的进展。我们先看一下前一代的 Galaxy S24 Ultra 的外观尺寸，162.3乘以79乘以8.6 mm 的长宽厚，重量是232克，在具备6.8大显示器的机种中啊，已经算是非常轻薄的一款手机。但 Galaxy S25 Ultra 呢更为轻薄哦，影响手感的机身厚度啊，还有宽度、重量都降低了一些。外观尺寸呢是162.8乘以77.6乘以8.2，重量是218克，而且所搭配的显示器还大了一些哦。那 Galaxy S25 Ultra 所搭载的萤幕是6.9寸的1440乘以3120解析度 Dynamic AMOLED 2X 显示器，峰值亮度是2600 nits。在显示器比例没有变化底下，还能让萤幕尺寸大了一些，宽度还更窄。以视觉来说啊，左右边框的确有细了一点，但说真的，整体的尺寸变化并没有明显到让人看出来哦。甚至直接使用 S24 Ultra 的保护壳，还能套上 S25 Ultra， 就知道差异有多小了。不过以手持的握感来说啊，S25 Ultra 变窄、变薄又变轻，其实就相当有感哦。这次不止在萤幕尺寸上有所提升，保护玻璃也采用康宁为三星特制全新的 Gorilla Armor 2，这是首款应用于智慧型手机的抗反光玻璃陶瓷。除了提升抗刮擦还有耐摔能力，更重要的是相较于 Galaxy S24 Ultra 提升了29%的抗反光能力。我们直接用灯光来实测，在同一个角度底下。Galaxy S25 Ultra 的反光程度的确有比上一代要小一些哦，这个29%的提升其实还是真的蛮有感的。Galaxy S25 Ultra 处理器部分采用全新高通 Snapdragon 8 Elite for Galaxy 版本哦，在散热部分也加大了 Vapor Chamber 的一个面积，比上一代大了40%，可以大幅提高处理器长时间运作的效能。那记忆体部分跟储存空间部分推出了3种搭配，分别为16GB 加 1TB、12GB 加512GB， 还有12GB 加256GB。那手上测试这一款呢是12加256的版本。那效能跑分部分，安兔兔有着将近280万分的高分哦，而 Geekbench 6也取得单核3322多核10318的高分。以效能来说，我觉得是相当优异的啦。那电池部分呢，跟上一代是一样，维持5000毫安时的容量。虽然没有提升，但经过 PCMark 工作3.0的测试，还能有着15小时的长续航啊。在效能增加的情况底下，还能维持这个续航表现，我觉得表现也算还不错了哦。那充电效率上，虽然蛮多人抱怨还是维持45瓦的快充，但是经过充电的测试，充电速度有比上一代快一些哦。这表示在充电管理上有着更好的机制哦。那以硬体效能来看，虽然只有处理器规格有所进步，但在内部的电力控管演算法也跟着进步底下，在续航力还有充电效能也有微幅的进展。不过我真的还是蛮希望充电还有电量部分规格上也能跟着提升其实这会更有感。Galaxy S25 Ultra 这次的相机规格，其实让不少朋友感觉到蛮失望的。
只有把超广角镜头从原本的2.55分之1寸1200万像素感光元件升级到2.52分之1寸5000万像素，光圈也由 f2.2 升级到 f1.9，但主镜头3倍望远跟5倍望远都跟上一代一样。我们直接来看照片，在光学焦段上，无论是日拍或是夜拍，在细节上都有着其实算蛮好的表现哦。色彩部分并没有特别强调饱和度，不过这部分三星也推出了可以自定参数的滤镜，在拍照模式中点选右上角就可以开启可以调整的参数很多。如果要加强饱和度的话，也可以独立调整哦。那接着分享各光学焦段的照片给大家参考一下。在数位焦段部分，日拍在10倍焦段依然有着不错的细节，在杂讯的部分也处理得很好，被称为无损焦段，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夜拍部分呢，就要看场景。以一般有着打光的建筑物来说暗部噪点并不明显高光抑制也做得不错，但在过暗的环境下，表现就没有太理想。那超长焦段部分，30倍的日拍，我觉得还是算是可以接受的画质。夜拍部分要有着明亮打光的物体或建筑物才会有比较好的表现。不过超过30倍甚至到50倍或是100倍，照片的可用度就非常的低。那这部分就让大家自己决定要不要用了。录影部分可以支援0.6倍到10倍焦段的 8K 30fps 的 log 档录影，对于专业影像色彩后置非常有帮助。拍摄后在影片预览画面向上滑，还可以提供校正色彩的功能。如果要在手机上剪辑影片，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来进行哦。Galaxy S25 系列在录影上还提供流畅变焦感功能，这个功能我觉得非常实用，可以根据变焦感推送的程度来决定进行缓速或是快速的平稳变焦。实际应用上，电影拍摄手法中的 Dolly Zoom 就是推轨变焦，或是称为希区考克式变焦，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拍摄。这手法可在想要固定主物体的拍摄大小底下变化背景的比例制造一种不安定的感觉。那拍摄方式其实很简单，使用缓速放大变焦，手机也缓速向后退，就可以制造出背景慢慢放大的感觉。如果想要背景慢慢的变宽的话，或是背景慢慢变小的话，就可以用缓速缩小，再配合速度往前进就可以了。对了，那跟 S20 Ultra 比较，真的有进步吗？这之前其实我有拍过一集 S25 Ultra 跟 S20 Ultra 的拍照比较，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那虽然规格几乎相同，但因为处理器的提升，让更好的演算法可以加入其中也同时加入了升级版的 Pro Vision Engine 可以提高夜拍的降噪效果。整体的表现上 ，Galaxy S25 Ultra 是比 S20 Ultra 提升一些。那整体来说啦，除了处理器的提升以外，在规格部分基本上跟上一代差异不太大。但实测后可以发现，因为处理器的提升，也让电量管理、充电管理还有拍照演算法可以跟着提升所以都有微幅的进步。其实要维持外观简洁轻薄，又要同时顾及各项规格的提升，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像前面提到，要拍照提升，势必得牺牲镜头模组的厚度。但三星选择用演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提升幅度自然其实是有限的毕竟演算法不是万能的，很难突破物理限制但我实心希望以前三星曾经推出过以拍照为主的智慧型手机，像是 Galaxy K Zoom 或许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推出来，让喜欢拍照的朋友可以享受三星手机的完整好用功能，又可以不用顾及到厚度体积的玩拍照那以上就是 Galaxy S25 Ultra 的评测，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